妻子提前回家，发现一个陌生女人赤身裸体的躺在她和丈夫的床上，她却没有报答女人，反而优雅的帮她拉上拉链，还好心提醒她。You really shouldn't wear this color. Makes you look like a tramp. 随后她淡定地收拾好行李，要和丈夫离婚，而且她还要带走自己的2个孩子。丈夫却嘲笑她，一个离异的女人怎么养孩子？那个年代的女性地位不高，提供给女性的岗位很少，更别说是已婚妇女。You don't think I'm leaving them here with the likes of you, do you? Give me a break, you're a lousy mother. I love my children. So what? I love my kids and I'm shit for a father. 看到安妮去意已决，丈夫也不再挽留，还催促她快点走。而安妮眼睛湿润，她忍住泪流的冲动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她去学校接儿子，这还是她第一次来学校，才发现儿子早已经转学了。在和校长的交流中，她才得知儿子新学校的地址，把他们成功接走。她去银行取出了所有积蓄和珠宝，还拿了一把手枪防身。最后，她把前夫送的婚戒扔回保险箱里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她打算离开纽约，重新再嫁人，给孩子们找一位更好的继父。所以她抽出一半现金，让孩子们去买了一辆新车。直到出发前，兄弟俩才知道父母竟然离婚了。他们是对同母异父兄弟。安妮和大儿子罗比的爸爸离婚后，又嫁给了小儿子乔治的父亲，也就是她的前夫。乔治从出生起便父母恩爱，家庭富裕，他一时无法接受这种巨变，不想离开。罗比也趁乱开玩笑 What about marrying my father again? Once was an adventure. Twice would be a perversion. Look, you can't just take a kid away from his father like this. Ask any psychiatrist. A boy needs his father's influence. 尽管乔治万般不想走，安妮却成了铁石心肠的女人。她不仅要走，还要乔治给他们开车，因为那时的社会觉得女性开车不符合礼仪。安妮不想开，而哥哥罗比胆子太小。就这样，母子3人踏上了新旅程。My mother was determined to teach my father a lesson, even if it meant killing us all in the process. 第一站是波士顿，安妮计划给2个孩子找一位好继父，因为凭她自己的能力，确实难以养活2个孩子。刚来到酒店门口，她就撞到了一位老熟人。这个男人是安妮曾经的追求者，当年向安妮求婚失败后，还自杀未遂过。他不仅离过婚，还是上流人士，于是理所当然的成了安妮的新目标。安妮精心打扮了一番去赴约，只是没想到对方约她出来，竟然是为了借钱。男人是个赌狗，欠债破产了，可安妮自己也没钱，她借口去卫生间冷静冷静。等她出来后，却发现男人已经跑了，还把她的钱包也打劫走了。安妮连吃饭的账单都付不起，这还是她第一次那么丢脸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军官出现帮她结了账单，对方认出他们之前曾在派对上见过，他们2见钟情，很快便坠入爱河订婚了。但是安妮的2个儿子并不喜欢她，乔治甚至还期待安妮能回家与父亲复婚。只是当他打电话给父亲时，接起电话的却是一个女人，父亲已经有了新欢，这让他不知所措，上校的本性也很快暴露出来。有一天，安妮带着儿子去采购婚礼用品，路上遇到了一群残疾儿童，母子3人出于怜悯，把带出来的$500现金全都捐给了这群孩子。上校知道这事后立即原形毕露，他指责安妮偷了他的钱，迁怒于2个孩子，甚至提出要用安妮戴着的珍珠项链来抵债。 I will not. 他像一个超雄追着安妮，乔治为了保护母亲抱住上校，被他狠狠撞倒在地。看见儿子受伤，安妮再也忍不了了。You stop! You touch my boy again, I will kill you! 前有赌狗，后有家暴男，安妮带着2个儿子马不停蹄地跑了。母子3人来到了匹兹堡的一个小镇，因为身上的积蓄不多了，他们住不起酒店，只能在工人街区租了一个房子。乔治觉得他们很落魄，连饭都吃不起，只能在家里吃预制菜。安妮却很乐观，起码一家人能待在一起聊聊天。安妮动作迅速，很快有了新的约会对象。乔治不懂她为什么要这么辛苦都不求助爸爸，安妮却绝不回头。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our lives, there are standards we must maintain. 只是安妮这一次依然没遇上良人，她想和新的约会对象细水长流，慢慢培养感情，对方却只想要快餐式爱情，和她约会只想干那档子事。安妮刚拒绝，他就直接把安妮推下车，扬长而去。看见母亲这可怜窘迫的一幕，乔治百感交集，既觉得她活该，又为她的执拗而感到不解。安妮的积蓄很快便花光了，她只能当掉祖母留给她的首饰，才能维持现在的生活。只是这些钱也撑不了多长时间，所以她又参加了一场聚会。这次的目标是一个黄金单身汉。He's handsome as ever, and he's still interested in me. 男人还有一座豪华大庄园，财力丰厚，为人绅士风流。只是安妮刚跟他打完招呼，便发现他的身边有一个年轻又美丽的姑娘。
他看起来比安妮的儿子大不了几岁。 My mother used to wear gloves like that. Well, your mother must have been a very elegant lady. It's what women in our generation did. 年轻永远是最好的美颜术，即使优雅如安妮，也比不过一个年轻女孩的美丽。但安妮没泄气，她觉得聪明的女人一样吸引人，所以她决定去今晚的舞会再尝试一次。乔治却不这样想，他觉得安妮在做无用功。 You have 2 kids, for Christ's sake. You're too old for him. 安妮不愿意认输，恰逢乔治的父亲在小镇上做巡演，他决定去找父亲，让他带自己回纽约。只是当他来到巡演的地方，却看到父亲和乐队里的女歌手打得火热。父亲是名乐队指挥，当年他为母亲创作了一首名叫《我的唯一》的歌曲而声名大噪，他靠这首歌发家致富。当年安妮就是他的唯一，如今他却已经变心。看见风流的父亲，乔治心里并不好受，但他还是想和父亲一起回家。父亲却以巡演为由拒绝了他。他知道母子3人处境艰难，所以之前曾给安妮寄过钱，安妮却把钱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，所以他也赌气不再帮他们。他还趁机在儿子面前抹黑安妮，说他绝对不可能亲自去工作。 Your mother got delusions of grandeur. No, she doesn't. 他瞧不起母亲。乔治终于明白了安妮为何不回家。在离开之前，他忍不住问父亲 Did you ever love her? Mom. Yeah, loved her a lot. You ever love me? You're up in 5. I still love you, pal. No, it's just my life on the road and all. It's never cut out to be a father. 或许父亲一直爱着他和妈妈，只是他永远不够爱。另一边的安妮刚来到舞会，就听到了男人和女伴在嘲讽她的年纪。 How should we even come, doll? She's got kids to take care of. 安妮的自尊心大为受挫，为了转移注意力，她留意到旁边有一个注视着自己的绅士，她鼓起勇气去搭讪，没想到对方竟然是来钓鱼执法的。她以为安妮出来拉客，把她送进了监狱。安妮在离婚后第一次打电话向前夫求助，电话那头的前夫却在和女人调情，她没说一句话，心里也彻底断绝了对前夫的念想。这种事要是落在普通女人身上，可能早就崩溃了。不过安妮还是很坚强，最后她找了邻居帮自己保释出狱。邻居只是一个工人，和安妮一直寻求的单身贵族很不一样，但他却是安妮这段时间以来遇到的唯一一个真正的绅士。他还太年轻了，所以他们什么都不会发生。安妮给了他一个拥抱。回家后，安妮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儿子，乔治却把昨晚发生的事告诉安妮。他骂自己的父亲是个混蛋，安妮却不许他这样说。他知道前夫或许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，却绝对爱着儿子。他不希望父母间的矛盾影响到下一代，所以他给乔治讲了一个故事。乔治3岁那年突发耳疾，哭个不停，直到他的父亲走进房间为他吹起了单簧管，他才停止哭泣。可是他一停下，乔治就哭。于是在那几天里，他一直吹着单簧管，直到乔治的病好转。乔治的年纪还小，不懂大人间的感情有多复杂。趁着口袋里还有点钱，安妮也不折腾了，决定去投奔自己的姐姐。她和姐姐之间发生过巨大的争吵，安妮还说过再也不会回去。但她不恨姐姐，而且她这时候能依靠和相信的也只有姐姐了。安妮的姐姐嘴硬心软，明明很关心她和孩子们，却又嘲讽安妮虚荣。安妮不想白吃白住，决定去找份工作。她不是前夫说的那种高高在上的人，不觉得工作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哪怕是做餐厅的服务员，也愿意去尝试。只是工作的第一天，她就遭遇了咸猪手。她也毫不留情地把热咖啡倒进男人的裤裆里。与前夫离婚后，她遇到了很多糟糕的事，却从来没哭过。这下才终于绷不住了。她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也理所当然地被解雇了，但她很乐观，也很幸运地找到了第2份工作，在一家颜料店做销售员。她有优雅的品味，还有一张巧嘴，3个星期就让店里的营业额涨了20%。刚旅游回来的老板还没见过安妮，想考考她是否真的有能力在这里工作。只是他见到安妮的第一面，就被她的女性魅力所折服。 Heavenly gold. I beg your pardon? Your hair. I'm gonna mix a color just like it and call it Bill Massey. Gentleman's blue. I beg your pardon. Your eyes. They're gentleman's blue. 安妮不仅有了一份稳定工作，还多了一个追求者。不久后，老板就向她求婚了。安妮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姐姐和孩子们，姐姐却因为醉酒大发牢骚。她一直羡慕安妮，觉得安妮的成功都是因为有一张漂亮的脸。她羡慕安妮嫁给有钱的丈夫，还能拥有2个健康的儿子，而她的生活就像她的脸一样平平无奇，像一潭死水。安妮却知道不是这样，只是因为他们的人生态度不一样，才会有截然不同的境遇。安妮乐观坚强，勇于去尝试，而姐姐刻薄又敏感，永远只会抱怨。这也是她不愿意留在姐姐身边的原因。幸好她这一次遇到的颜料店老板是个好男人，他是一个暖男。大儿子罗比喜欢演戏剧，安妮带着乔治和老板一起去看他演的戏剧，天气原因却让演出临时取消了。 He's gonna be so disappointed. Well, he can always say he brought the audience to its feet.
他主动给罗比鼓掌，帮罗比完成了这场演出。在面对闷闷不乐的乔治时，他也给出了一些男人的建议。他会告诉乔治，女人和男人的生理结构天生不一样，他们时常冷热无常，要时刻备好一件外套，在他们不开心的时候给予安慰，就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矛盾。他总是不吝啬地赞美安妮，给足了情绪价值。安妮以为自己终于要开展新生活的时候，一个陌生女人却突然找了过来。Is this your sister, darling? I'm his wife. Surprise, surprise, surprise. 这个自称是老板妻子的女人给了安妮一笔不少的赔偿费。她告诉安妮，老板患有精神疾病，还是一个结婚狂。在过去2年，他至少和7个女人订过婚，而安妮不过是其中一个。他所期待的幸福生活又成了一场幻影。临走前，他还问安妮是否爱上了老板。安妮否认了，女人却觉得所有女人都爱她的丈夫。Why? Why do you love him? Because he's my husband. But beyond that, why do you love him? 女人答不上来，她坐上轿车和丈夫离开。而她的丈夫还是给予她所有女人都会得到的真诚又廉价的关怀。Look a little chilly, darling. I've got a sweater here you can put on. 经历了这么多，安妮对男人是彻底死心了。她决定用这笔赔偿款带罗比去好莱坞追梦，实现他想成为演员的梦想。乔治却想留在阿姨这里不走了，他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，也找到了自己的梦想。老师赞扬过他的文字，所以他想成为一名作家。安妮以为是姐姐挑拨离间自己和儿子的关系，她质问姐姐为什么要留下乔治，可是这一切都是乔治自愿的。乔治觉得安妮根本不了解自己，不是一个负责的母亲。I'll get in the car. First, you have to tell me what my shoe size is.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? Or tell me what I want to be when I grow up. Does anybody know what he's talking about? What's my favorite color? Blue. Green? Here's an easy one. What's my favorite book? 就连短暂相处了2个月的阿姨都知道乔治喜欢的书，安妮却不知道。母子2人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吵，并且无法和解。最后，安妮带着伤心和罗比离开了。她总是告诉2个儿子不要看后视镜，不要回头。可是这一刻，她却忍不住频繁看向后视镜里的小小身影，直到她彻底消失不见。而乔治也很伤心，他只是和安妮赌气，他觉得安妮太偏心哥哥，希望安妮为自己留下来一次，却没想到她那么决绝地离开了。那天以后，安妮和罗比在一边开往加州的路上，一边搭客赚钱。有一天，他们却遇上了一对雌雄大盗，男人劫持了安妮，要抢走他们的钱。你还记得安妮开头带的那把手枪吗？就在男人骂罗比是娘娘腔的时候，罗比找到了那把手枪，并且成功救回了安妮。母子2人离开时还好心带走了女孩，因为安妮觉得女孩并不想过这样的生活，她想救女孩出火坑，却没想到女孩是个恋爱脑，趁着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又卷走他们的钱和男人跑了。罗比只能偷偷联系乔治，乔治很担心他们的状况，却意外得知安妮离开的时候把赔偿款都留给了阿姨来照顾她。乔治终于明白安妮也是爱着他的，他终于不拧巴了，问阿姨把钱要了回来。 Why are we stopping here? Well, I figured we could just stop here and pick somebody up. Well, I don't see anyone. Oh, look, there's someone now. Get in the back, okay. 于是母子3人又继续上路了，3人轮流开车，终于来到了梦之城洛杉矶。他们租了一个房子，把陪伴了一路的车子卖掉。几周后，前夫来这里找到了安妮，他想带安妮和儿子回家。他一直误解了安妮，以为安妮最后肯定会灰溜溜回家，安妮却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有决心。You love me anymore? I don't know if I love you anymore, but I do know that I don't need you anymore. 或许前夫确实比他这路上遇到的很多男人更好，他背叛了婚姻，但是起码对家庭负责。但安妮已经看透了男人，她不想再依靠任何人，即使靠她自己也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。前夫也只能遗憾离开。在后续的日子里，安妮和乔治会陪着罗比一起跑龙套。安妮在片场不小心被马车碾伤了脚，却因祸得福认识了制片人。制片人觉得她很漂亮，不应该做群众演员。安妮就顺势介绍罗比给制片人，这让罗比得到了一个演戏的机会。乔治也终于理解了安妮一直说的那些傻话，不用灰心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大家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。有一天晚上，他们却接到了乔治爸爸在演出时心脏病发去世的消息。他们都没想到之前的吵架竟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。乔治要回纽约奔丧，也决定回去读书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母子2人又要分离了，但是这一次没有拧巴和不甘心，他们都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而努力。在新学期的课堂上，他分享这段时间的经历。 When my mother left my father for sleeping with his band singer, and she gave me $6,000 cash to go buy a car. My mother was arrested for solicitation. Cassie was a serial matrimonialist. 他在这趟旅程中长大了，底下同学的反应却让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外星人，没人能理解他。
于是他又独自回到了洛杉矶。此时的罗比得到了一个小角色，可是他发现演电影和演戏剧一点都不一样，他太紧张了，甚至弄倒了道具，和他对戏的演员也大为不满。为了鼓励哥哥，乔治决定亲自给他做示范。 Let him come for me. I'm not moving. I'm staying right here in this land. They'll kill you, Frankie. I don't care. I've run all my life and I'm finished running. This is where I belong. With you, with whatever's left of my family. I made the mistake of leaving once, but I'm home now. And I ain't going anywhere. 没想到乔治比罗比更有演戏天赋，他找到了真正的梦想，成为一名演员。而罗比在发现自己不适合演戏后也不纠结，他果断转行去做自己当初最爱的服装。而安妮也不再依靠男人，虽然身边有很多追求者，她却没有再婚。她知道她就是自己的唯一。 Trying to find someone to take care of us. What we found instead was that we didn't need anyone else. That we could take care of ourselves just fine. 就像台词说的那样，我们人生的唯一永远是自己。在那个年代，女人没法独立于丈夫生活，所以安妮带着2个儿子一路上都在寻找依靠。可是世界上的好男人万里挑一，唯一一个暖男竟然还是个神经病。但是无论遇到多难的事，他都依然保持优雅自洽的姿态，不放低自己的底线。这也让他终于明白了，靠男人不如靠自己。从一个不靠谱的妈妈，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。他发现不依赖任何人也可以活得很好。而小儿子乔治也从不理解和拧巴的状态，逐渐找到自己生活的平衡。他和哥哥罗比最终都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热爱。要学会爱自己，无论走多远的路，就算仅依靠自己，我们也能过得很好。